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问？厨房角落里的那些老古董，到底还能不能吃？瓶瓶罐罐上写着保质期至某年某月，一过期就被毫不犹豫地丢进垃圾桶。但你知道吗？有些食物，时间不仅不会夺走它的价值，反而会让它修炼成精，越放越香，越陈越贵。其实，并非所有的过期都意味着变质。有些食物，它们的生命轴从来不是按保质期来走的。在食品科学领域，我们讲究耐储性和稳定性。通常这些食物水分活度极低，微生物难以滋生，成分结构稳定，时间对它们而言更像一位雕刻师，让它们的风味愈发深邃。这不是传说，而是有理有据的科学常识。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，到底是哪几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蜂蜜。蜂蜜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食品，它富含葡萄糖、果糖和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，同时铁、钙、钾等微量元素含量也相当高。蜂蜜不仅可以直接泡水喝，还可以在烹饪菜肴时加入，适当食用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。蜂蜜有营养又耐储存，是因为它含有糖分，再加上蜂蜜中含水量很低，这些特性都抑制了细菌和微生物的繁殖，所以不会轻易变质。储存蜂蜜的容器要密封，阴凉干燥的地方就可以长期保存，几乎不会有过期之说。蜂蜜包装上标注的保质期大都在18个月至2年。所谓的蜂蜜保质期指的是蜂蜜的结晶时间，结晶状态只是雾化，并不影响营养价值和品质。人类能找到最古老的蜂蜜是5500年前酿造的，并且至今仍然可以食用，可见保存得当的蜂蜜本身并无保质期。但这有一个前提，蜂蜜不能是勾兑的假蜂蜜，且足够成熟。囤货别瞎买，挑选蜂蜜时要注意选真的蜂蜜，而不能是添加了其他成分的蜂蜜或蜂蜜制品。第二种，比起蜂蜜，酱油的耐储性也让人刮目相看。市面上不少酱油打着窖藏3年、陈酿5年的招牌，其实并非商家的噱头。发酵类调料在时间的洗礼下，氨基酸肽氮含量不断提升，风味更浓郁，色泽更红润。正宗的生抽下煮180天以上，才有那种酱香扑鼻的厚重感。从营养学的角度，陈年酱油的风味物质中还有更多的酯类、醛类化合物，它们是风味提升的主力军，并且随着时间推移，其中的游离氨基酸含量也会增加。这意味着蛋白质被更全面的水解，更容易被人体吸收。要说起越老越值钱的食物，醋必须拥有姓名，尤其是传统粮食酿造的陈醋，它的酸不是刺鼻的工业醋精，而是经历岁月沉淀的柔和酸香。陈醋的酸值随时间上升，但其风味物质也在不断聚合、转化，形成复杂又协调的口感。研究表明，陈醋中含有的酚类和黄酮类物质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性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适量使用。第三种，很多人不知道，茶叶也是时间的朋友，尤其是普洱。在云南深山里，长茶如长宝，一块茶砖可能被珍藏10年、20年，拍卖价甚至高达数万元。普洱茶的后发酵过程，
类似于红酒的陈酿，在微生物的作用下，它的内含物质逐渐稳定，茶多酚含量下降，苦涩味减弱，口感更为圆润醇厚。不仅如此，普洱茶中的茶褐素在陈化过程中不断累积，这种成分具有调脂作用，长期饮用对血脂、肠道菌群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难怪老茶客总说，新茶喝着热闹，老茶喝着安心。第4种，陈皮。陈皮是一种用途比较广泛的食品，而且它也还是一个中药材。陈皮是可以直接用来泡水喝的，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。在广东，陈皮一般用来煲汤，或者是做甜品，这样增加食物的口感，很有营养。我们都知道，陈皮是用橘子皮做的，用橘子皮晒干脱水以后再制作成陈皮。不过很多人不知道，陈皮讲究的是年份。一般陈皮放的年份越久，它的价值就越高，当然也就越值钱，卖得越贵。一些优质品种的陈皮，如果保存的有10多年、几十年的话，也是一种很珍贵的中药材，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所以说，家里如果有陈皮的话，是不怕放过期的。不过，我们要保证它不被虫子咬坏的情况下。第5种，高度白酒。白酒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一种饮品，虽然酒的种类众多，但白酒依旧是大部分人的选择。白酒它也是没有保质期的，而且国家规定10度以上的酒不用标注保质期，因为过期的东西大多是因为滋生了细菌，使得食物变质，而白酒是烈酒，酒精度数远大于 10%， 细菌是很难滋生的，所以日常饮用的白酒酒精度大于10度以上，它是没有保质期的。而一些纯粮食酿造的白酒，还会放得越久越值钱，年份越高，它的口感会越加的香醇。这些越陈越香的食物，它们不是靠保质期撑门面，而是靠自身的结构、成分、发酵原理撑起了时间的尊严。下次当你准备清理厨房时，不妨多看一眼那瓶老酱油、那罐蜂蜜、那坛老醋，它们不是废物，而是你家中真正的宝贝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